600族，宝可梦史上最强的几只流氓，他们究竟是如何靠能力值霸占对战场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信。或许有很多轻玩家观众不太清楚如何定义600族宝可梦，也不知道到底有哪些宝可梦算是600族。今天这支宝可梦回忆录影片将为大家介绍这些最近被证明成大器晚成组的宝可梦，内容将跨越第1世代到第8世代。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开始之前，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以追踪最新的宝可梦回忆录。我们要怎么定义600族大器晚成族呢？首先，宝可梦都有各自的能力值设定，通常我们称呼这个叫做种族值。以大家最熟悉的皮卡丘来说，它的种族值是长这个样子。可以看到 HP 35， 攻击力55，防御力40，特攻50，特防50，速度90。合计总共种族值是320，进化后的雷丘种族值则是强化到485，这样接近500的种族值，就算是大部分的宝可梦的平均之上的能力值了。而闪电鸟、雷公这类的传说宝可梦能力值都平均落在580，这已经是超强的宝可梦等级咯。但是我们的大器晚成组则是全部加起来总和600的宝可梦，没有错啦。600族的名字就是来自它的总和能力值等于600，而这个600的能力值其实是超过大部分传说宝可梦的能力值的，所以又称作准神。可是这些准神600族所需要的进化条件等级都超高，在进化到第2阶段以前，能力低到几乎无法上场作战。可是，一旦进化到最终阶段，通常就会变成打架起来手起刀落、手起刀落，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狂战士，所以才会被证明叫做大器晚成组。在宝可梦刚发展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准神这个概念的，因为快龙啊跟班吉拉斯他们首次登场的时候，只被当作少数的超强个案宝可梦看待，并没有实际做什么准神600族的分类。但宝可梦发展到2019，已经第8代了。这类600族的登场已经变成每代的常态，也变成每代发售前玩家的讨论话题。首先就来介绍第1世代的600族宝可梦快龙，能力分布是 HP 91，攻击力134，防御力95，特攻100，特防100，速度80，是我们值得纪念的第1只龙系宝可梦，同时也是第1只600族。我们看到这个压倒性的种族值，就知道它的基础实力比皮卡丘强太多了。但是快龙待遇是蛮差的。在第1世代的时候，快龙是空有种族值的微妙宝可梦，因为当初红绿版龙系绝招少的可怜，只有固定伤害40的龙之怒，也就是说，无论你的快龙攻击力有多高，都只能打40。所以初代的快龙通常都会学破坏死光，可是放完破坏死光又会卡一个回合不能动。快龙在第1世代给人的印象就是难找难抓，经验值需求又高，进化条件55等，我练快龙不如练肯泰罗，所以空有种族值完全不能发挥的快龙，处境根本就是高学历无业游民。在精英时期新增了逆鳞跟神速这2招，待遇稍微改善一点，真的就一点，因为同时间点有战斗机器班吉拉斯的登场，所以没有什么人屌快龙。到了第3世代，以为会有什么强化，结果 Game Freak 直接出一只新的龙系宝可梦600族，攻击力跟速度都比快龙还要强的暴飞龙，我练快龙不如练暴飞龙。第4世代又有更 OP 的烈咬路杀，快龙乏人问津到我都想帮他哭了。本以为快龙的命运就到这边，后来在第5世代 Game Freak 竟然帮快龙增加了梦特性多重鳞片，效果是在满血的情况下受到的伤害会减半，加上快龙的龙系抗性很优秀，第5世代起就开始流行起耐久型的快龙，学一些雨修啊电磁波的状态技还蛮强的，而且龙系的招式库也越来越丰富，像是流星群、暴风啊，虽然这是飞行系啊之类的，都是蛮常见的一线绝招。快龙的待遇从此大幅改善，变成还算堪用的宝可梦。接下来第2世代的班吉拉斯能力值分布 HP 100，攻击力134，防御力110，特攻95，特防100，速度61。名字让人联想到哥吉拉的大恐龙。在初次登场的时候，因为格斗系其实还没有抬头，金身打之类的招都还没有登场，所以班吉拉斯虽然有格斗4倍弱点的缺点，但是根本没有人动得了它。而且当时最强的超能力系被邪恶系这个属性玩疯，加上班吉拉斯几乎什么属性都能学一点，所以他真的是威了蛮久的。到了第3世代导入特性系统，班吉拉斯的特性有自带沙尘暴，一进入战斗特防自动提升 1.5 倍，又让班吉拉斯的棘手程度上升不少。不过可悲的是，到了第4世代甚至第8世代为止，
格斗系都有大幅的强化。随着路卡利欧这样人气的宝可梦的登场，而每代也有更猛的600族登场，班基拉斯的地位的确是每年都在下降，但是仍然不会改变他是沙漠队的首选，还有他实用性很高的事实。毕竟你在队伍里面放他出来，那个种族值、那个沙暴特性、那个什么绝招都有可能使用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而第3世代打破常规的推出了2只600族，分别是暴飞龙跟我老婆巨鲸怪。先从暴飞龙讲起，能力值分布 HP 95，攻击力135，防御力80，特攻110，特防80，速度100。我前面2只600族的速度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快，所以给人一种重战车的印象。但暴飞龙速度高达100，在当时宝可梦只有386只的时间点，这速度很够啊！而且暴飞龙的弱点是看似防御力不高，不过呢，它的特性威吓可以降低对手的攻击力，所以防御面的弱点被补强了很多哦。攻击面上双攻都在水准之上，所以很多人会帮暴飞龙配流星群，也有人让他玩双刀，可塑性是超强，在第3世代几乎是最强的几只宝可梦。虽然一直都有类似性质的龙系速攻手登场，像列奥路莎、拉蒂欧斯等等的，但是因为它的特性威吓很优秀，还是一路威到第6世代。妖精属性出来为止，对，妖精一出真的搞死一堆龙系。再来，同样是第3世代的我婆巨鲸怪，这只在强者云集的600族里面，就算我没有私心，它也算前几名的猛将了。能力值分布是 HP 80，攻击力135，防御力130，特攻95，特防90，速度70，比较偏向物理攻防的重装战士。特别一提的是，属性是刚跟超能力。这个属性搭配的优势，给了巨鲸怪抵抗大部分热门属性的抗性，除了火跟地面系以外，几乎什么都不怕。而且它还有彗星拳、子弹拳、铁头这些强招。虽然在第6世代刚系被弱化，新增2系弱点，但同一个时间点，当那群迷人的可爱小妖精在屠龙的时候，只有巨鲸怪的刚系可以反制这个妖精系。而且它还在第6世代得到了 Mega 进化，让速度70的巨鲸怪瞬间变成攻击力145、防御力150、速度110的怪物。虽然它被弹指了，但我会一直等它回来的。而第4世代的600族则是列奥路莎，能力值分布 HP 108，攻击力130，防御力95，特攻80，特防85，速度102。这次应该是确立600族就是怪物的罪魁祸首之一吧？吗？龙系跟地面系的组合超强，就算刚系不怕龙系，也会被它的地面系地震一发送下场。而且就速度种族值来讲，算是飞快的100族，也会被这个102硬多的2比下去哦。102的速度也验证了列奥路莎就是带着2E出生的战斗怪物。在第6世代迷人的小妖精系登场之后，列奥路莎的股票虽然崩盘，但到第8世代被弹指之前，它仍然是几乎人手一只的强者。虽然他也有得到 Mega 进化的权利，但是很少人真的会采用 Mega 列奥路莎，因为列奥路莎的强项就在于它的速度多了那个2。列奥路莎 Mega 化之后，它的速度会莫名的减低，变成92，从能在速度上跑赢速度100的宝可梦，变成只能跑赢速度90甚至以下的慢速宝可梦，实在是很可惜。而第5世代有比较少人认识的3手恶龙。能力值分布 HP 92，攻击力105，防御力90，特攻125，特防125，速度80。因为黑白版的知名度跟接受度普遍是比较低，除了对战系的玩家或者比较熟宝可梦的玩家以外，它是一只不太被认识的600族宝可梦。可是就一直有在追的人来讲，当时它的登场很猛很冲击。以往的龙系600族，因为它太强了，都一定会配有一个4倍弱点。可是3手恶龙，它有2系加龙系的复合属性，而且它的特性是漂浮，不怕地面系。在妖精系出场之前，它是没有4倍弱点的。虽然速度98偏尴尬，可是这能用加速的道具补强，不是太大问题。而且它能学的招式种类超多，几乎所有属性的打点它都能学，所以还是强者一枚。也因为这种不输神兽的强度，所以它的进化所需等级超高，64等。对，正常第1周目破关，你没有集中练它，根本就是看不到这只宝可梦。而且它算是黑白版实质上的最后头目。3手恶龙是反派盖奇斯的最后一只宝可梦。没有看过攻略的情况，第一次看到这超高等级、弱点不明，而且还强得不得了的宝可梦，根本就很难对应啊。应该有很多玩家开开心心拿着刚抓到的黑白龙要跟他打，想说要来虐他，结果被秀满脸的吧。总之，3手恶龙健康的体质到第8世代仍然是1线级的强者。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6世代小智的第一只600族年美龙。能力值分布 HP 90，攻击力100，防御力70，特攻110，特防150，速度80。我们看到特防150就知道它是第一只走防御系的600族。属性虽然只有一个龙属性，没有办法做到复合属性修正打点，可是换句话说，它的弱点很单纯，也很少啊。双攻都有在水准之上，算不过不失啦。但爆发力略显不足。就我的印象来看，这只年美龙的战斗力跟惊奇性其实不显眼。最知名的表现是成为动画版主角小智的第一只600族，期望未来有强化的空间。第7世代前台中市长林佳龙，不是，我是说战为林甲龙。能力值分布 HP 75，攻击力110，防御力125，特攻100，特防105，速度85。第一次的龙跟格斗复合属性，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残念跟可惜。身为600族，他的优点是变化能力系的技能很多，而且防御面偏强。可是他在第一次登场的日月版里面，竟然学不会属性修正的近身打格斗系耶！而且他的专用技鳞片噪音的副作用，居然会扣他最特色的防御力。没有近身打，专有招竟然扣防御力，加上第7世代妖精系肆虐，对，因为岛神全部都是妖精系，我对佳龙的印象真的就是可惜。不过在救急日月开始，他开始能学会近身打，而且我们伟大的600族里面，他是唯一一只有专属 Z 招的宝可梦，这待遇突然又翻转了啦！佳龙股买起来。虽然在第8世代开始，佳龙失去了 Z 招，不过 GF Game Freak 也有给他一个补救措施，帮他新增了代替 Z 招效果的魂武猎鹰爆，未来应该会慢慢的提升待遇。那到了我们第8世代，最无脑的一只600族多隆巴鲁特，能力值分布 HP 88。攻击力120，防御力75，特攻100，特防75，速度142。你没看错，你也没有听错，它的速度几乎是全宝可梦最快的速度142。它也是除了传说宝可梦奇拉蒂娜以外的第一只龙系幽灵系宝可梦。特性横进之躯，不会被威吓降攻击力，超好用。攻击力爆高，而且不会被降，速度也快到无脑。加上专用技龙剑可以连发2次，在宝可梦剑盾这游戏里面，一旦你抓到这只多隆巴鲁特，你几乎跟通关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弱点就是防御面偏弱，就简单讲就是玻璃大炮。但你拿过来过关，根本就是超轻松上手的，好吗？在对战面上，虽然能学会的绝招不多，但是那个高达142的速度，可以让玩家有更多掌控局面的优势。总和来讲，还是霸道。总之，以上这几只就是目前为止全部的600族宝可梦。就几次大改版 buff 完的强度来说，你只要在队伍里面有放1-2只600族，就会给对战对手造成不小的控场压力。而且如果你玩得好的话呢，依靠他们的爆发力，的确蛮有可能扭转整个劣势的战况。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你最喜欢哪只600族呢？我是觉得多隆巴鲁特真的是很种族之暴力啦。但个人还是最喜欢巨鲸怪。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你最喜欢的600族，你觉得哪只最无脑？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哦。喜欢这支影片，麻烦一个喜欢，也麻烦订阅我的频道，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哦，因为订阅了不见得会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